当这些绝版的乐高人仔变身大反派，会发生什么？本期的比赛主题就是为这些可爱又迷人的反派人仔建造犯罪窝点，不是，应该叫邪恶的秘密巢穴。祖孙俩抽到的是小精灵。作为爱尔兰的民间传说角色，小精灵会将金子藏在瓦罐中，而彩虹的尽头就能找到他们藏的财宝。祖孙俩结合了这些元素，创造了小精灵藏金的秘密巢穴。打开盖子，里面藏着很多武器和金块。但真正的秘密基地藏在地层之下，是专门用来实验武器和熔炼金条的地方。小精灵在巢穴上方驾驶着绿色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获得了评委的好评，可玩性和造型都很强。但因为祖孙俩在罐子的外形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尤其是思考和验证这个特殊结构上，导致作品的尺寸、元素丰富度相对其他组都比较落后。最致命的是，他们的作品讲故事的元素欠缺很多，让人觉得反派小精灵是独立的，没有和作品本身进行互动。但好在技术上得到了评委的认可。大胡子组因为赢得了上一次比赛，所以不用参加这场淘汰赛。先来公布冠军，从技术力、故事性、造型以及可玩性4方面来评判，毫无疑问是小哥组的胜利。而表现最差的2组分别是少年组和祖孙组。少年组在时间管理上出现了问题，精力都花在了搭建一些不出彩的部分上。祖孙组的罐子更是花费了9个小时，极大地影响了故事呈现，故事和细节也不如其他组，所以最后遗憾出局的队伍是祖孙俩。下一期用乐高搭建电影场景，经典的泰坦尼克号，这个楼不会是要搭金刚吧？甚至还有大白鲨。本期乐高大师不再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简单粗暴就是搭车。看过《回到未来》的人一定对这辆被改装成时光机器的 DMC-12印象深刻。本期就要选手们完美复刻经典科幻电影《回到未来》中的这辆时光机器。比赛限时8个小时，不限车的尺寸，搭多大的都行。听到了评委说作品不限尺寸，这可让自负小哥抓到了整活的机会。自负小哥决定做一个超大的车，环顾周围别人做的都是模型比例。自负小哥觉得应该利用这里无限的零件，做出在家里没法做的事情。这疯狂而冒险的想法，让乐高大师第一次出现了完成度如此之低的作品。结果一目了然，他们的车还原度远远不够，真车的前轮要比后轮小，而他们做成了一样大的。虽然他们连一半都没做完，但评委还是很喜欢他们疯狂的想法。钓鱼小哥说自己看了50多遍《回到未来》，2个人都非常了解这辆车。他们认为，想要精确的复刻，就要以轮子为参照物。整辆车最关键也最标志的部分是这扇欧翼门。小哥们用科技键做成了可以活动的门。评委认为他们的车比例掌握得很好，门做的也很棒。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把车的背部做得太方正了。仔细观察，真车是有一定的弧度的。年轻的胡子老哥比较硬核，他自己造过真车，所以他们选择做一辆更复杂的电动遥控车。胡子老哥们为车加了驱动，遥控可以转向，甚至还有车灯，简直是在炫技呀！但这场比赛的首要目的是还原外观，胡子组因为花了大部分时间在电动部分上，所以极大的影响了外观，太可惜了。少年组是唯一一组把推进器的比例准确复刻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在电影中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车门没有打开。又到了夫妻组不擅长的技术搭建，他们决定扬长避短，将重点放在外观上。虽然颜色用的不错，但车的比例是错的。轮子太小，给人感觉整车很厚重，像一台装甲车。在5辆车中，评委选出最好的2辆分别是小哥组和少年组的。2辆车各有千秋，但小哥组在欧翼门上棋高一招，所以胜出的小哥组将不用参加下一场淘汰赛。下一期用乐高搭建电影场景里最经典的一幕：泰坦尼克号、大白鲨、金刚，还有这是什么电影？这只曾经席卷世界影史的水中猛兽，经典到至今还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本场乐高大师就是用万能的乐高复建经典的电影场景。选手们可以随意选择一部电影，搭建出让人看一眼就能脱口而出片名的一幕。当胡子老哥拿出这只鲨鱼，直接就能猜到他们选择的是斯皮尔伯格的经典惊悚片《大白鲨》。作为影迷，吃人的大白鲨冲出海面，血盆大口、满嘴尖牙的画面可是再熟悉不过了。短短的10小时内，2位胡子老哥复刻出大白鲨中最经典的场景，四周蔚蓝的波纹围栏完美模拟了深海场景。在海面之下的领域也是充斥着鱼群和藻类的点缀，而在动态视觉的效果设置上，倾斜的帆船桅杆、
和鲨鱼破海而出时嘴边玻璃砖做的小水花都显得创意十足。镜头拉近 ，Oh my god！ 洁白的獠牙搭配上粉红色的口腔内里，这也太有感觉了吧！作为石油钻井平台的工人，蔚蓝大海的守护者，头巾收藏大师大胡子组，请允许我对你说一句牛逼！但真正牛的还有这个黑帽胡子小人。作为创作者的勇敢意志体现，他手持长矛，准备与鲨鱼搏斗，为整个作品留下了独特的情感共鸣。下一期两个感人至深的经典爱情电影场景，一个在高楼，一个在船上，你们猜猜都是啥？假如你拥有无限的乐高零件，去复刻一部最经典的电影场景，你会怎么选？热血少年组会告诉你，他们将选择复活金刚，对，那个在帝国大厦楼顶为心爱女人打飞机的金刚。想法虽然无敌，但还得要兼顾自身的搭建能力。整个场景盘算下来，除了建筑熟悉些，星星和飞机他们之前都没有做过。尤其是金刚的形态，作为作品的重心，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打磨。时间截止，让我们看看少年组的作品。为了致敬这部上映于1933年的黑白银幕作品，金刚采取了整体黑白灰加透明玻璃砖的颜色处理。抛出相关比例的问题，各处细节设置还是可圈可点的。穹顶和罗马柱的帝国大厦，面部狰狞愤怒的金刚，以及复古的双层翼飞机，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里的场景。可是因为搭建主体结构耗时太多的缘故，作品缺乏其他细节的点缀烘托，让整体感觉稍显脱离。影片中悲怆无力的氛围没有得到表达，但黑白风格绝对算得上是点睛之笔。评委也评价颇高。You know what? I'll tell you what I am the most impressed with. The fact that you guys decided to go black and white. That is the boldest thing you have done in LEGO Masters to date. 通常伟大爱情故事都拥有着悲剧内核，为爱付出生命的还有那个快乐的小李子，哦不是 Jack。自负小哥组选择了泰坦尼克号。为了着重表现出两人的甜蜜场景，他们有取舍地选择去掉整体船身的搭建，突出船头和背景。因为嫌弃人仔表现力不够，不能展现他们艺术家般的创作能力，他们亲自搭建了 Rose 和 Jack。这是什么造型啊？这可能是小李子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且不说两人的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连相拥在一起在风中晃动的两人也是显得十分的鬼畜。主持人忍不住发出拷问。最后还是提及一下作品的尺寸及比例问题了。如果按照人仔为参照物，船起码要比现在大50倍。万能的乐高总是能复刻各种可能，让你不得不感叹小砖块的神奇。本期乐高大师任务是复现经典的电影场景。上一期看过了金刚、泰坦尼克号这些经典迫害单身狗的画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驱魔人的做法现场。这个场景出自电影《驱魔人》，被鬼怪附身的女孩被捆在了卧室的床上，一旁的牧师正在为女孩举行驱魔仪式。整体略显零散的场景设置看起来无序混乱，放大了人的紧张感。夫妻组这次只使用了一个动力源来驱动2个运动装置，妙啊！来看看效果，一个是跑得飞快的牧师，本应是瞬间被邪灵拧断脖子的女孩，缓缓转动的头像个80岁的大爷。牧师也以一己之力将惊悚片变成了喜剧片。要我说，牧师完全没有必要做成动态的，也不一定要把人物的脸做出来，直接做成无脸人的感觉，给观众更多恐怖的留白，或许他们的作品会精彩得多。最终评委也是觉得作品本身感染力太弱，给出了一般的评价。在仅剩4组选手的局势下，这可能会让他们面临淘汰。来到了最终的评比阶段，评委认为表现最好的2组分别是少年组和胡子组，创意十足的黑白金刚，无可挑剔的大白鲨。最后少年组赢得了比赛，而剩下2组则自动垫底，面临淘汰。自负小哥虽然人物比例和造型不尽人意，但完成度却比夫妻组好上不少，所以最后出局的是夫妻俩。唉，可惜了他们的想法，如果不想着炫技，花费大量时间去做运动系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吧。下一期半决赛来临，这一季目前最壮观的建筑即将出现，时间火车从史前时代跨越至未来，4大实施场景。如果你登上这样一列时间列车，从恐龙时代发车，途经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西部牛仔时代，最后到达科幻的未来，你想在哪个时代下车？这4块时代的底板就是乐高大师半决赛的试题，以抽签的方式决定选手们要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比赛时间长达16个小时，听好的，
就是有点费干。小哥组抽到了可能是4个中最占优势的狂野西部主题。对于他们来说，西部牛仔就像我们的金庸、古龙笔下的侠客一样，所以小哥们一上来就爆发了很多灵感。他们想做牛仔们的枪战场景，以及美国18、19世纪的城镇、酒馆、峡谷上的悬崖。搭建这个大峡谷需要消耗大量的零件和时间。白人小哥在搭建的时候还伤到了手，但最后还是将西部世界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时光火车缓缓驶进了西部世界，路旁坐落的是19世纪的酒馆、银行。牛仔们骑着马，正从陡峭的峡谷往下跑。时光火车的轨道旁被安放了炸药，有人准备在这里爆破火车。此时，悬崖上有一位牛仔正准备拯救这个村庄。酒馆门前2位牛仔正在枪斗，而旁边楼上的人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评委注意到 Saloon 的非常规拼搭方式，这种巧妙的拼搭让字的形态非常好看。铁路旁的炸药这一设计，利用题目本身进行了完美的互动，故事和场景也充分展现了2位小哥的搭建技巧。评委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The best Wild West build I've seen in a very long time. 史前侏罗纪，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西部牛仔，科幻未来。在这4块时代的底板上，选手们要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胡子老哥希望能拿到中世纪和西部题材。Congratulations, sir! You have selected the future. 但偏偏抽到了他最不喜欢的科幻未来题材的作品。面对蓝色的底板，蓝头巾老哥大脑一片空白，在队友的灵感提供下，最后决定将蓝色背景设定成海洋，讲述未来海平面上升，人们不得不来到海上生存的故事。胡子老哥超级喜欢抽到西部题材的小哥组做的水塔，时常投去羡慕的视线，但对于自己这边则是一脸嫌弃。但看到搭档在创作，逐渐也开始有了想法，帮忙加入了故事和细节。在未来，世界末日来临，海平面上升，人们被迫在海面上搭建基地生存，交通工具也变成了飞艇和船。海上漂浮的油桶暗示着人们并没有对世界末日产生任何反思。胡子老哥虽然浪费了开始的几个小时，但他们决定将蓝色的主题设置为海洋，给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胡子老哥果然从不让人失望。少年组抽到了中世纪场景，他们想将之前比赛做城堡和龙的经验沿用在这次半决赛里。他们吸取了之前时间管理的教训，先把关键部分龙做了出来，但城堡留白的面积太多了，16个小时看起来很长，但时间还是不够布置这些细节。于是他们用了很多人仔填补，但最后时间截止时还是发现了失误。Really hope he doesn't notice. 这座城堡中住着国王和王后。一天，城门外出现一只巨龙，嘴里喷射着火焰。骑士在前线带领着士兵抵抗恶龙，但士兵们感觉很绝望，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抗得了的。少年组在故事细节上处理得很好，前线军队配备了投石车和弩车，恶龙做的也很漂亮，但是城楼上人仔的笑脸不太应景，整体看下来还是有很多空洞的地方。If you had to give them a letter grade out of like A to F for time management, what would you go for? Probably a D-. 还没等少年组消化完刚刚的差评，评委犀利捕捉到了他们失误的地方。I'm going to change the D- in time management down to an E because I found loose bricks. 下一集自负小哥组带来史前侏罗纪作品，3支决赛队伍公布。在这4块时代的底板上，选手们要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自负小哥抽到了史前时代，他们想围绕一个巨大的霸王龙展开搭建，这些灵感都来源于电影《侏罗纪公园》。自负小哥喜欢搭视觉冲击力强的大型作品，这一次正好圆梦赛场。尽管评委强调作品的比例要以人仔为参照物，但自负小哥的霸王龙还是做得大到没边了，光是头部就和半座山一样大。问题在他们想要将龙支撑起来的时候就暴露了，因为霸王龙太重，所以支撑不住，所以最后霸王龙只能趴在地上。时光火车开进了史前时期，许多小型恐龙和人仔们共同生存，人仔们在山下烤肉，甚至还在给恐龙喂奶，但实际上这种小恐龙才是正确的比例。也正是因为这些正常的小恐龙，让霸王龙看起来太荒谬了。评委直言他们没有过技术这一关，而且规则上每个区域只能做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而史前时代却出现了披萨、奶瓶、吉他，这些设计就弄巧成拙地成为了扣分项。半决赛的4组作品已经展示完，老规矩，由评委选出最好的一组。结果很明显，作品最好的是小哥组，第2名给了胡子组，剩下的2组则自动垫底。
自负小哥组和少年组中将有一组止步决赛。首先，自负小哥组每次都想计划做得很大，这次的霸王龙更比例离谱。少年组在城堡和龙上花了很多时间，留白有些多，细节不够丰富，而且还被评委发现零件松动的失误。One team showed a clear story and excellent technical ability. So going through to the final, Jordan and Miller, congratulations. 最终，自负小哥组无缘决赛。Even from the first build, you were trying to like hit the roof with your builds. 下周最后的3支队伍将参加总决赛，角逐乐高大师。总决赛比赛时长长达28个小时，选手们将遭遇更艰难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整季最震撼的作品。这个像不像通宵过后的你？其实这是28小时不眠不休的总决赛现场，而这也是乐高大师的终极主题——自由发挥。既然不限主题，那我就直接搭个乐高大师奖杯出来，嗨，直接夺冠。你上医院看过没？你这不，小哥组做了一个胡子老哥。小哥组真正的计划是做一个海神波塞冬的场景。在希腊神话中，波塞冬手持3叉戟，是海洋的守护者，威力仅次于宙斯。这样有野心的构想，一看就是奔着冠军去的。风格互补的小哥组在总决赛上也和波塞冬一样，掀起了一场实力巨浪。白蓝渐变的砖块让奔涌如天幕一般的海浪活灵活现，极具动感。海神波塞冬威灵巨浪，身披金甲，甲胄上龙鳞皮鳞，在两侧光柱的照映下夺目绚烂，配合上独眼巨人赠送的黄金3叉戟，显得威能满溢，庄严肃穆。绿色恶龙在映衬下变得渺小示威。摇摇欲坠的老式桅杆帆船上的船员丝毫没有慌张，因为他们的海神此刻就在他们的后方。镜头仰拍，让我们用恶龙的视角看向海神，神的目光所至，仿佛天地都该臣服。不得不说，拌饭第一次看被震撼到了。光是设计搭建波塞冬，小哥就花费了23个小时。最巧妙的是，他用天使翅膀及贝壳零件拼出了海神的眉毛和胡子。除开面部之外，波塞冬的神态、肢体动作都抓得非常好。为了呈现这种灵动的场景，黑小哥利用了非常多的科技件。如果要说缺点，海面周边的剧情搭建设置的少了些，但也因此视觉感受非常集中，让人意犹未尽。这可是在没有电脑建模的情况下，光用脑子就设计出了这些细节，太强了。如果你以为上一期的波塞冬就是实力的天花板，那就错了。接下来，这也许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到最强的机械作品了。作为机械之神的胡子组，总决赛上也一定要动起来。和没有运动装置的其他2组相反，胡子组选择了搭建一个超级主题乐园，重点呈现运动元素，过山车、摩天轮、海盗船、卡丁车，我全都要。胡子老哥这次是真正的展现了一次野心，但搭到一半的时候，评委看到他们的摩天轮比例不对，和过山车比起来太大了。这个问题不就出现了吗？看过美版乐高大师的老观众一定记得白人小狗组的炫技摩天轮，想要控制好零件的公差是个大问题。既然摩天轮不好处理，他们就将过山车做大了2倍，但是难度和压力都变得更大了。要知道，机械结构，尤其是过山车这种特别容易卡住，要是处理不好，冠军奖杯就像天上的流星，唰说没就没呀。于是和机械经过20几个小时的鏖战后，这个难度和复杂度几乎恐怖的游乐园诞生了。虽然对于一场比赛来说，28小时长到肝疼，不过当我真的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只用了28个小时就能做出来的吗？熙熙攘攘的人群，各种事无巨细的呈现，胡子老哥几乎把所有人仔表情都用了进去。烦而不乱的配色，灵活的动态效果，就像真正的游乐场一样。恍惚间，几乎让我忘了这是用乐高做的。且不说规模程度在总决赛上首屈一指，整个乐园更是布满了细节，甚至连卡丁车道上的车轮痕迹都做了出来。而胡子组作品真正的强悍之处就在于，他们所有的机械结构都能完美的运行起来。真的有这么丝滑吗？这样强的作品对上小哥组的海神波塞冬，谁输谁赢呢？各种神仙队伍创造乐高作品的真人秀综艺《乐高大师总决赛最终篇》来了！乘风破浪，威灵四海，金甲耀日波塞冬，机械鬼才技惊四座，终结乐园造奇迹。接下来就是本季乐高大师最后一组选手的作品展示了，谁将成为真正的乐高大师？
少年组在总决赛上稳健地选择了他们擅长的太空主题。试问谁小时候没有当过战斗机设计师呢？小哥俩计划做一个超大的母舰和许多小型战斗机。评委建议他们的母舰不要平着放，做出角度，视觉上会更震撼。你得支棱起来呀！但母舰体积实在太大，尝试了几次，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而太空设定上，这些战斗机都要做浮空效果，于是他们用了很多的透明支柱，摞这么高可别掉。不过问题不大，最后少年组还是拿出了震撼的太空大战。巨大的母舰附近飞行着许多反派的战斗机，战斗机上的人正从母舰上偷取货物，甚至发动攻击，引起了爆炸。评委指出，爆炸的位置不应用白色的砖块做，而且货物的设定有些无趣，可以设定成能量晶体一类的东西。但战斗机高低错落有致，如果能营造动态效果就更好了。总决赛的评分分为2部分，有250个大众评委，每人1票，这数一听就挺专业。往期的选手也来到了现场参与投票，还有2位评委手里各一块顶50票的小金砖。3组选手在历经本季长达132个小时的搭建后，终于爬上了总决赛的山巅。所有人的投票已经结束，揭晓结果的时候到了。第3名，少年组。The winner of LEGO Masters 2019 is Henry and Cage. 第1名，小哥组。胡子老哥也顺位拿到了亚军，但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有着不输冠军的实力。随着乐高大师澳洲版第1季的结束，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和大家说一声，敬请期待第2季澳洲版乐高大师的解说。